快看看，这就是中国高铁。出发，这个动车好想知道他们去哪里。中国的铁路，中国的高铁，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，也可以说一个非常成功的故事的项目。我在中国已经5年多的时间了，当然第1年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坐过中国这边的火车的动车，当然到现在也坐过无数次的这个中国的动车。那么中国这边的铁路的动车在这个时间内发生了哪一些变化呢？我们老外怎么看中国这边的动车呢？这个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，我们今天要一起研究一下。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经常坐中国这边的高铁的动车呢？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你们觉得这几年变化最大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？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给马 K 说一下。但是如果你还不认识我，我叫马 K， 我在四川成都，欢迎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。我觉得如果你们准备好了，咱们就抓紧时间，直接开始。哎呀，我的朋友们，你们看一下，马 K 的头发又剪了。在上一个视频，我还在四川这边的一个小镇叫连接镇，我去找我的一个朋友，一个德国朋友，也叫马 K。如果你们还没有去看这个视频，我建议你们赶紧去看一下。然后在这个视频，马 K 的头发还是长着，然后今天马 K 稍微有时间，我就把它剪下来了。现在我觉得好看多了，舒服很多了。最近成都这边的天气稍微好一点了，你们看一下，现在起码没有在下雨，然后还是有一点点的太阳。成都今天多云，但是太阳出来了一点点，哇，可以今天，嘎。然后现在马 K 要去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也是一个拖了很久的一个事情，确实应该去弄一下。现在马 K 准备去打疫苗，打中国的新冠肺炎的疫苗，打第2针，因为之前打过第1针，然后被安排了去打第2针，但是那个时候刚好马 K 感冒了，所以没法去。但是现在已经要去了，现在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完成。到达目的地，现在已经到接种疫苗的这个地方了，马上准备进去了。刚刚出来了，我的朋友们，现在打完了第2针了，然后拿到这个证明，现在感觉非常棒，因为终于把这个任务完成了，把这个事情结束了。当然，现在也得再一次说一下，我非常感谢，觉得非常的棒，能够在中国打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，让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安全。现在打了中国的疫苗之后，如果有一天马 K 有机会回德国的话，我就不用担心了，我就安全了，非常好。打完了之后，咱们就继续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。今天马 K 就来到了成都这边最重要的、最大的、最新的一个火车站，也是离马 K 家最近的一个，所以非常方便。成都火车东站来喽！然后今天这个天气的确越来越好了，现在都有点太阳了，我觉得都有点热，挺好的，也是让我非常开心的哦。在后面还可以看到绿篱的468
刚刚看到的这个大厦还在修，但是之后会变成成都这边最高的一个楼，最高的一个大厦。马克已经非常期待，从成都这边的东站就直接可以看到。那么咱们接着说，成都和中国这边动车和高铁这几年发生了哪一些变化？就在第1年的时候，马克已经坐过中国的动车，当时的第一个印象也已经非常好了。现在5年之后了，我觉得发生了3个比较大的变化。第一个变化就是所有的货车都变得更好看，里面的设备也很好，然后也变成了更安静、更干净，然后里面现在也不能抽烟了。整体上，这样你坐火车的时候，这个整个体验都会往上去，都会变得更好。那么第2个点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，中国这边的高铁速度也变得更快。之前我还记得有最快的一个火车就是开200公里1个小时，现在已经达到了300公里，这个太快了，太夸张了吧？有很快的动车，才会有更多人愿意坐动车，就不坐飞机了，毕竟要便宜一些，要方便一些。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，为什么中国这边的动车做的这么好，这么成功？哇哦，好漂亮！然后第3个点也是我觉得最厉害的一个点，也就是说中国这边的轨道的铁路增加的速度。我刚来的时候，只有很少一部分的火车是这种动车，这种快速开的，但是现在已经增加了很多。包括说从我们漂亮的成都这边，现在已经可以去很多地方了。开北京只要不到10个小时，开到广州只要8个小时，开到重庆只要不到2个小时，开到西岸只需要坐4个小时的动车。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快，非常的方便，我都不想坐飞机了。哦，到这里了，我的朋友们。我记得这个地方，刚才看到了 Market， 就是上一次回到中国的时候，也是2020年的时候隔离的一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待了2个星期，就在我们东车站的旁边。那么还有2个 Market 觉得非常厉害、非常有趣的事情的信息，就是第一，中国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一款火车、一款动车可以开600多公里1个小时，这个是太夸张了。这个信息是我在网上专门去查的，然后我觉得在国外这个事情完全是不可能的，太夸张了这个速度。还有一个就是目前中国这边动车，也就是开得很快的那种火车的铁路，总长度已经达到了3万多公里，也就是世界第1最长的一个系统。但是在现在的预算和计划中，在2035年这个数字还要翻倍一次，也就是那个时候中国这边的铁路总长度会达到7万公里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夸张的、很恐怖的一个数字。那么还有我们国外的朋友们，他们是怎么说、怎么评价中国这边的高铁和动车呢？其实说实话，真的也有非常多好的评价。很多外国的朋友们和新闻媒体都说，中国这边的铁路发展的非常快，非常不错，这个质量也变得越来越好。但是当然也有一些人会说一些坏的事情，一些批评的评价。第一种就是中国修这么长的铁路，这么多火车，干嘛？都不需要，他们觉得是一个浪费，因为你还有飞机，你还有长期的这种公交车，你还有自己开车，有很多其他的出行的方式，所以修这么多的铁路和火车是一个很浪费的事儿。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的、不了解的一个事情就是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一个国家，你可以随便去看一下，任何一个时候坐地铁、坐公交车、坐动车，任何一个时候都会有很多人在使用。那么 Marky 觉得只要有人在使用这个东西就不浪费呀，我觉得挺好的，你会有更多的选择，
你可以坐飞机，也可以去坐动车，也可以自己开车，反正都是很方便的。这个哪里是一个坏事呢？我不知道。成都东站里面还有几个火车在等着出发。哦，那边来了一个动车还没有出发。那么还有一个他们经常说的一个点就是，修这么多铁路是对环境、对自然是一个不太好的事儿，就是不环保。他们就觉得修这么多铁路要伤害到很多湖、很多森林、很多山，然后就会很严重的去影响这个大自然。那这个事情的话，我想问一下你们，像我们欧洲那边或者美国那边，他们去另外一个地方，去其他的城市，他们经常坐的交通工具就是坐飞机。你们觉得坐飞机很环保吗？马克其实并不这样认为。那么当然，修的时候，修的过程中会伤害到一些自然，会不太环保，但是后面就变得更好，后面的情况就会很环保啊。如果说没有这么多人坐飞机、开车，他们坐动车，这个肯定是最环保、最好的一个方式。所以说，这个评价、这个批评也不是非常好，不是非常科学。准备出发。这个动车好想知道他们去哪里，可能去西安、重庆、广州、海南、北京、上海。Oh my god， 好长啊！你们看，里面坐好多人。所以整体上来说，我觉得国外就是外国的这些朋友们的批评的担心根本就不用考虑。中国这边建铁路非常厉害的，非常快的，而且质量各方面越来越好了。唉，这个天气好好，让马克很开心。但是我的朋友们，我今天很想知道你们最喜欢的一个出行交通的方式是什么？你们觉得更喜欢坐飞机、坐公交车、自己开车，或者坐中国的高铁、中国的动车呢？还有，你们觉得中国的铁路的动车已经非常好了吗？还是你们觉得哪一些地方还需要改善，还需要进步，还需要做得更好呢？非常希望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一下马克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你们觉得马克今天的视频还可以，还有点意思，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点个赞，关注我一下，跟你们的好朋友分享一下。朋友们，欢迎你们在下一个视频再过来看一下马克要去哪里耍。